上会说道。对不起，重来。上回说到，孔老夫子啊，一出国就成了顶流网红。今儿啊，咱们再来聊聊火出国的还有啥。说到一出国门就引发老外狂热，身价暴涨且供不应求，被买断货的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， 估计啊，很多朋友马上就会说，这题我会呀。比如说全中国最火辣的女人陶华碧女士的老干妈，比如说东方魔药风油精清凉油，比如说中国第5大发明充电宝，还有啊童年的回忆回力帆布鞋，多了去了。既然大家都想得到，那咱们今儿啊就不聊这些了，是吧？过气爆款还聊啥聊啊，对不对？这波早就火过去了，咱们呐必须跟得上新的潮流趋势，必须聊点让您意想不到的。毕竟就喜欢看老外那些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你说对吧？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之前啊就有一条很迷惑的新闻，中国传统痰盂亚马逊售价60美元。What？ 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就是这个你小时候用过，甚至现在啊你姥爷床底下都可能还会有的搪瓷痰盂。在中国下得了茅房的痰盂，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，居然啊在外国直接上了厅堂，被外网描述为经典中国古董匠人工艺品，宴会时啊专门用来装水果和红酒，会凸显尊贵。亚马逊售价60亿美元，将近达400块人民币。我的天哪！以下既魔幻又现实的画风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。中国痰盂装上一支82年的老沸，立马就有那味儿了。可不能干喝啊，再来点 appetizer， 整几根法棍儿。来，大家坐下吃点，别客气。太尴尬了！我只能说一句啊，你太有才了。你太有才了！网友们啊，这下不淡定了，这波文化输出绝了，发家致富有望了。一个字，绝！但是啊，外国老哥们可不管这是干嘛的，反正在他们眼里，这就是来自东方的艺术品，好东西。是兄弟就干了这一壶，喝出李白《将进酒》的狂放，喝出桃园3结义的情谊，喝出武松遂打蒋门神的豪迈，妥妥的中国古董匠人工艺。你有病啊！这个啊，不管味道好不好，反正啊，你们开心就好。结果呢，这波大笑话传回中国，被群嘲了之后，痰盂呀在亚马逊上被紧急下架了。这波文化输出，你说奇葩不奇葩？没想到啊，比痰盂更奇葩的文化输出还有冥币，就是我们的纸钱。自从有个外国妹子在推特上说，烧了纸钱之后，真的得到了祖先的保佑，运气啊立马好了起来。外国人呢就开始纷纷效仿，一边烧纸一边诚心许愿，还给他起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名字——祖宗钱 （Ancestor Money）。于是啊，这股神秘的东方力量立马就火了起来。在国外的社交网站上，不仅有博主告诉你要摆什么阵，还手把手教你怎么烧，甚至啊还成立了专门的烧纸钱协会，开始给不懂的老外坑。这专业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！比如说这位博主就在介绍他的烧纸钱阵法，左侧的水晶和一杯水代表着逝者和自然的联系，香则代表老外眼中中国人身上的气，纸条上还要写上自己祖先的名字，防止转错账。最后呢，放上照片以及祖先最爱吃的炸鸡。再来看看售价，不得不说卖的可真是不便宜。我要是有门路，感觉可以直接在上面赚一波年终奖了。评论区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他们的祖先什么时候归我们的玉皇大帝和阎王爷管了？有人说自己就是因为烧了纸钱才中了大乐透，有人说我祖先很爱这些钱，尤其是我妈咪。还有人说真是太管用了，我决定每天定个闹钟来烧钱。真是太笑人了。那啥，
其实我们还有纸扎人、纸扎别墅、纸扎宝马、纸扎 iPhone， 请了解一下。哇哦，不错呀！这些年呢，非洲小姐姐们被一件来自遥远东方的时尚单品迷的是神魂颠倒，黑的、灰的、红的、黄的、卷的、直的、辫子的、不辫子的。走在非洲国家的大街上，你很难不被姑娘们各式各样的发型所吸引。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她们戴的呢，大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假发。女孩们甘愿花半个多月的工资，重金入手。谈个恋爱还送玫瑰，你 low 不 low 啊你？现在流行的都是送假发。那么假发为啥会在非洲流行起来呢？究其背后的原因呢，是由于非洲人的发质呢又干又卷，再加上天气炎热干旱，不仅留长发难，就连日常的洗头造型也得大量干戈，所以呢，他们宁愿选择用假发满足对美的追求。很多非洲姑娘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佩戴假发，不少人认为不戴假发出门就像不化妆出门一样，总感觉差了点什么。而且买上1、2顶假发也能够省下几个月去发廊美发的开销，性价比呢还是很高的。在非洲当地的假发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，换发型和换衣服一样平常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当听说中国制造的假发便宜又好用的时候，他们呢立马就成了小姐姐们争相挑选的宝贝。不只是在非洲风靡，早在2018年，中国就以36亿美元的假发出口销售额，占领了70%到80%的全球市场。北美、非洲是中国假发制品的前2大出口目的地，占中国发制品出口总额的75%左右。其中呢，北美约占38%，非洲约占37%。这些被非洲人民视若珍宝的假发呢，大多来源于世界假发之都河南省许昌市。大家要是感兴趣呢，我们可以单独拿一期来讲讲。总之，如今拥有一头亮丽的假发，已经成为非洲街头最常见的时尚了。或许只有头顶一头顺滑的假发，才算是真正融入了非洲的街头时尚。它可能是你走进当地社交圈的第一步。在中国蚊帐是祖传的防蚊神器，据说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不知道你家现在还有没有在用反正小时候呢，我是可喜欢夏天睡在有蚊帐的床上了，不仅防蚊，还隐约的睡出了一丝公主风的神秘感，仿佛置身于中式宫廷。跑题了，收回来，说正题作为蚊帐出口大国，早在2016年，我国呢就以每年超过5000万顶的蚊帐走向世界。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，体操运动员冯喆就说，有老外呢就专门找他买那种白色的中国结，而且是可以罩着人的那种，其实就是想要买咱们的蚊帐。而非洲人民呢，甚至还给他开发出了新的使用功能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在非洲天气燥热，蚊虫滋生，经常有疟疾、登革热等各种传染病。而这些传染病的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就叫做伊蚊。这玩意儿长得可恶心了，体格呢跟咱们南方的那个蟑螂一般大，嘴呢还特别长。我就不放图来恶心大家了，好奇的小伙伴呢，请自行搜索吧。这么凶猛的昆虫想拿咱们国内的细网格的蚊帐来对付它们呢，简直就是妄想。为此呢，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商家特意把出口到非洲的蚊帐的网格尺寸从150目调整到了300目，网线的设计更粗，不易扯断。尽管结构简单，样式单一，售价呢还高达国内的3倍之多，但是改良之后的非洲版的蚊帐，因为有效地减少了疟疾、登革热的发生而略受欢迎。除此之外呢，这种特制的蚊帐呢，还因为质量太好，被当地人拿去捕鱼。本以为是一物多用，却没想到因为大肆打捞，连细小的鱼苗也没能放过。鱼类的数目呢明显的减少，当地的海洋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这个呢咱们就不鼓励提倡了但是呢，万万没想到，咱们的老物件蚊帐居然还在遥远的非洲大陆被开发出了新用途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
下面要介绍的这件单品呢，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。之前呢，某网站就有一个热门的提问：外国人会要求代购哪些中国产品呢？出现最多的答案呢，就是这个手机壳。但是呢，在咱们某宝9.9块就能买到的各种花样的手机壳，还包邮，在外国呢至少要200-300人民币，而且还丑的不行不行的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都会反向代购，从中国呢带些物美价廉的手机壳回去，自己用或者送人都会很有面子。是不是心动了呢？我都想连夜到华强北批发手机壳出国摆地摊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可能有些朋友有点不同意了，说现在在外国最火的手机壳不应该是 Case-Defy 吗？从当红流行天后 Dua Lipa 到金小妹 Kylie Jenner， 欧美明星网红们呢是纷纷被她征服，出街自拍都有她。在这儿呢，我就不得不补充一个一点都不冷的知识了。Case-Defy 呀，也是咱们国货民族品牌。Case-Defy 呢是来自于咱们中国香港的品牌，2011年呢由3个港仔创立的。只是因为啊它的出海成功，先在国外爆火，后来呢又火回了国内，所以呢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一个洋品牌，其实呢并不是。所以啊它是不折不扣的国货之光。说到手机壳啊，相信很多美少女们都有印象。去年呢，参加了中国综艺《乘风破浪》的 Jessica 郑秀妍姐姐，就成功的被咱们的各式各样有物美价廉的手机壳给种草了，疯狂批发，囤了几十个，换着用。中国网购用过都说好。Nice。洪湖水浪打浪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当非洲卷发大波浪，把自己的老前辈老干妈辣椒酱拍在沙滩上。Made in China 是一浪更比一浪强，能乘风破浪的不仅有中国姐姐，还有中国制造。今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，我抓紧去网上冲个浪，也可能下一波国货之光的浪花已经在路上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啦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我们下